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万物有灵系列橡果草莓开山月白草莓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衣服有多个尺码，不同尺码的钩法基本相同，只是针数、行数等有些差别。衣服包含主体、门襟、袖子、扣子和装饰，其中主体有包含下摆、左右前片、后片和拼接。先学习下摆的钩法。下摆采用锁针起针，来回往返钩织。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锁针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线，将线从食指和中指中穿过，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钩针，这个就是钩织的基本姿势。接着钩针放到线的下方，逆时针绕线，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绕线，将线勾出，稍微拉紧线头。完成后，开始锁针起针，绕线，将线勾出，一个锁针就完成了。继续钩锁针，绕线，将线勾出，这是第二个锁针。看一下，锁针是这样辫子形状的纹理，每一个辫子代表一针。继续往下钩锁针，因为起针数较多，我们先钩50针。钩好后，在第50针上扣记号扣标记，这样每50针都用记号扣标记，方便我们数针数。继续往下钩完需要的针数，不同的尺码针数不同，具体针数请参考对应图纸。现在已经钩完了需要的针数，我们在最后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这样起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一行，先钩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起立针代替一个长针，对应下方记号扣标记的位置。我们在起立针上方的锁针位置挑右侧的2根线，标记第一针。接着挑记号扣左侧锁针辫子，钩一个长针。长针的钩法是钩针逆时针绕线，挑起锁针的上方2根线，绕线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一个长针就钩好了。看一下，这一针上方有一个辫子形状的纹理，这2根线就是长针的针目。再钩一个长针，钩针绕线，挑起锁针的2根线，绕线勾出，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重复2次，又一个长针就钩好了。接着钩2个锁针，这2针对应下方的2个锁针，继续钩一个长针，跳过下方对应的2个锁针，挑下一针钩一个长针，继续钩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
这一行中锁针都是对应下方锁针辫子的，所以钩完后下一针要跳过对应的锁针，在下一针上钩织，再钩2个锁针。钩完后看一下，已经钩完的11针我们看作一组，这一行就是重复这样一组的规律，重复进行钩织的。我再来演示一组，先钩3个长针和2个锁针，再钩1个长针，2个锁针，1个长针和2个锁针，这样又一组就钩好了。下面按照一组的规律重复钩织，一直将第一行钩完。一行的最后3针是3个长针，钩完后我们检查一下第一行钩的纹理，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这一行和第一行的钩织规律相同，先钩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接着将织片逆时针翻面，挑下方长针的针目钩2个长针，也就是挑起这样辫子形状的2根线。继续按照规律钩织，这里锁针仍然对照下方的锁针。实际钩织时也可以直接参考第一行的纹理，也就是锁针的位置钩锁针，长针的位置钩长针，一一对应将这一行钩完。最后一针是起立针，我们挑起起立针上方锁针的2根线，钩1个长针，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之后的第3行和第2行钩法相同，对照图解将第3行钩完，我就不演示了。这个是第3行钩完后的小样，接着钩第4行，这一行是一一对应钩长针，先钩3个长针，也就是3个锁针的长针起立针，和2个长针。接着左侧是锁针辫子，挑起整个锁针辫子，钩2个长针，
这样就在2个锁针上一一对应勾出了2个长针，下面就在长针上钩长针，锁针上调整个锁针钩长针，一一对应，一直钩完这一行。钩完后，第4行就完成了。将织片翻面，在这一面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为织片的正面。下摆是每4行为一个循环，重复往上钩织的，钩法之前都有演示，对照图解一直钩完下摆需要的行数。钩织过程中还会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在一团线快钩完时，我们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也就是绕线，将线钩出，钩出前2个线圈，长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接着拿出新线，预留线头后，绕线将线钩出，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剩余的线头放到织片的反面，可以在钩织时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起来。收的时候，线头也要在织片反面。如果接线的位置不是在连续长针的位置，也可以用钩针将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收起来。可以多收几针，剪断多余的线头。这样线头就接好了，下摆就讲解完了。接下来学习右前片的钩织方法。右前片是在下摆上继续往返钩织的，钩织前先对照图解，标记出右前片第1行最左侧针目对应的位置，这里标记的位置不做参考，以对应的图解为准。下面学习小码1到2行，大码跳过这一段，先按照下摆的规律一一对应，钩到标记前还剩4针的位置。钩到对应位置后，先钩2个中长针。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穿入针目，绕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全部线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再来钩一针，绕线穿入针目，绕线钩出，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短针，短针的钩法是穿入针目，将线钩出，绕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左侧是锁针辫子，所以挑起锁针，绕线钩出，一个引拔针就钩好了。这一针不用拉紧，这样第1行就钩好了。下面钩第2行，钩这一行之前需要过渡线头，先拉大线圈，穿过线团后稍微拉紧，
接着在第2行需要的位置，这里是锁针左侧的长针，绕线将线勾出，这样线段就过渡到了需要的位置。过渡的线不要拉紧，保持和下方织片齐平即可。之后需要过渡线头的地方都参考这里的演示，开始钩第2行，先钩3个锁针起立，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并一针，这一针的钩法是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分别挑针目和锁针钩出1针、2针、3针。钩完后，钩针上有4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长针3针并一针就钩好了。继续一一对应钩长针。钩完后，第2行就完成了。下面学习中码和大码的1到2行，先按照下摆的规律一一对应，钩到标记的位置前还剩5针的位置。钩到对应位置后，先钩一个中长针，注意入针位置不做参考，这里只演示钩法。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穿入针目，绕线钩出，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全部线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再钩2个锁针，一个短针。短针的钩法是穿入针目，将线钩出，绕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挑起针目，绕线钩出，一个引拔针就钩好了，这一针不用拉紧，这样第1行就钩好了。下面钩第2行，钩这一行之前需要过渡线头，先拉大线圈，穿过线团后稍微拉紧，接着在第2行需要的位置，这里是第2个锁针辫子，绕线钩出，这样线段就过渡到了需要的位置。这里的渡线不要拉得太紧，与织片齐平即可。之后需要过渡线头的地方都参考这里的演示，开始钩第2行，先钩一个锁针，接着挑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短针的钩法是穿入钩针，绕线钩出，穿过2个线圈，短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中长针，绕线穿入钩针，绕线钩出，再绕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一个中长针就钩好了。继续一一对应钩长针。钩完后，第2行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物。右前片是按照下摆的规律继续编织，只是钩织时需要在两侧进行减针。减针一共用到两种针法，一个是长针3针并印针，一个是长针减针。我继续演示一下这两种针法的钩织，大家先学习针法，之后再对照图解编织。长针3针并印针的钩法是先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钩完后，钩针上有4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全部线圈，这一针就钩好了。长针减针的钩法是先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钩完后，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全部线圈，长针减针就钩好了。倒数第3行，在钩织时直接钩锁针后，在需要的位置钩织相应针法，之后继续往下钩织。倒数第2行钩完后，需要过渡线头，拉大线圈后穿过线团，之后在需要的位置接线，开始钩最后一行。钩锁针后继续钩织相应针法即可。全部钩完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预留线头断线。这样，右前片就讲解完了。之后的左前片钩法与右前片基本类似，先找到第一行右侧的接线位置，之后将线钩出，在对照图解钩织。钩的时候，可以将接线的线头一起放到钩针上方收起来。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左前片剩余部分对照图解继续钩完，后片先对照图解钩到还剩倒数3行，这3行分成了左右肩部分。左侧肩部直接对照图解钩完，且钩完后不要断线，直接渡线。这个是后片的小样，后片左侧肩部位置与左前片反面相对，将这条斜边用记号扣标记，也就是倒数3行的位置。然后开始拼接，穿过相对织片的边缘，钩出，钩一个锁针起立，然后继续穿入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然后间隔1针的距离，继续钩一个短针和一个锁针，按照这一方法将这条斜边拼接。拼的时候注意，这条斜边不要变形，也就是短针入针的间距不要太大，均匀钩织即可。线头也可以放到钩针上方一起收起来。钩完后预留线头断线，
然后将线头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收起来。右侧肩部是在需要的位置接线，然后对照图解钩完后，过渡线头与右前片对齐拼接。拼接方法参考之前的演示，我就不重复讲解了。这样拼接就讲完了，主体部分就讲解完成。接下来学习门襟的钩织。门襟分成钩边和整体门襟两个部分，钩边是在左右前片开始减针的斜边部分以及后片领口部分上钩织的。之后在完成的主体上绕圈编织整体门襟。注意，整体门襟钩织时还需要另外加一根渡线一起编织。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下面先钩钩边部分，织片正面面向自己，找到右前片右侧减针第一行，在这一行的入针位置接线，并钩一个锁针起立，继续在这一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开始挑右前片，每一行的侧边钩出2个短针，一一对应钩完右前片的侧边部分。之后到了后片位置，参考图纸给出的入针位置钩短针，在钩到后片倒数第4行的针目位置时需要减针，这里我们先学习小码和中码的减针方法，学习大码的跳过这一段，先钩完一一对应的针目位置，之后遇到锁针位置正常钩织短针，针目位置跳过不钩，连续3个长针的位置钩针，挑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钩2个短针，按照图解和这里的规律钩完后片部分之后的左前片同样是挑侧边的每一行钩出2个短针，最后一行要在入针位置也钩一个短针，这样钩边就讲解完了。下面学习大码在钩到倒数第4行的减针方法。因为这里是小样，所以纹理不同，我们学习钩法即可。减针方法是钩短针减针，先钩完需要的短针后，钩一个短针减针。钩法是先钩2个短针未完成针，穿入，钩出，一个短针未完成针就钩好了，再钩一个。钩完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短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2个短针，接着再钩一个短针减针，先钩2个短针未完成针，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就钩好了，再钩2个短针。这里的减针规律就是短针减针和2个短针为一组重复钩织的，按照图解和这里的规律钩完后片部分，之后的左前片同样是挑侧边，每一行钩出2个短针，最后一行要在入针位置也钩一个短针，这样钩边就讲解完了。接下来学习整体门襟。整体门襟是来回往返绕圈钩织的，
在钩织整体门襟前，需要先处理线团，将线团先绕出一半左右的线，用于边钩边边带线。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开始钩织。在下摆靠近背面的位置接线，找到任意3针长针的位置，挑右侧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接线，钩一个锁针起立，接着拿出要带的线，放到钩针上方，一起和下方织片钩进来。挑2个长针的空隙处，钩2个短针，左侧锁针位置钩2个短针，一个长针对应的锁针跳过不钩，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钩3个短针，长针对应的锁针跳过不钩，下一个锁针辫子位置钩2个短针。完成后，将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作一组，重复这一组的规律，一直钩完起针部分。每钩完一段距离，都将织片抹平。带线的这根线不要拉得太紧，防止织片皱缩。完成后，到了下摆起针的最后一针锁针，在这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并扣记号扣标记。接着挑每一行的侧边钩2个短针，一直钩到左侧的钩边为止。完成后，在第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在同一针针目上钩出2个短针，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钩好了。记号扣标记短针加针的右侧一针，一针对应一针钩完钩边部分的针目。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加针，记号扣标记短针加针的右侧一针，继续
调左侧侧边，每一行勾出2个短针。勾到下摆起针的位置时，在起针的第一个锁针上勾一个短针，并用记号扣标记。起针位置按照之前演示的规律，参考图纸勾完。完成后，可以检查一下之前带线有没有不平整的地方，如果有的话，继续抚平。检查完成后，在第一针上勾一个引拔针，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下面勾第二圈，立一个锁针后，将织片翻面，开始一一对应勾短针。整理一下线头位置，注意带线的线同样需要边勾边带线，因为翻到了织片反面，所以我们带线时，线要放在针目和线圈之间进行带线。继续一一对应往下钩织。勾到上一圈标记的记号扣位置时，在针目上勾短针加针，并标记短针加针的右侧一针。这一圈所有记号扣标记的位置都像这样钩织短针加针，并且标记短针加针的右侧一针，继续往下钩织。钩完后，在第一针上引拔，拉紧，之后的引拔针都要拉紧。第二圈完成，继续钩第三圈，这一圈需要留出扣眼，立一个锁针后，将织片翻面。一一对应钩完下摆脚的记号扣位置，也就是这里的加针位置。完成后钩3个短针，接着留出扣眼，钩2个锁针，这2针对应下方2个针目，继续钩短针，这样一个扣眼就留出来了。继续钩短针，
不同尺码扣眼之间间隔的短针数不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两个锁针的位置就是流出的扣眼，这里扣眼只在衣服右侧流出。我们参考图纸，一共流出5个扣眼，对照图解和规律钩完即可。下面我讲一下整体门襟剩余的钩织方法。除了记号扣位置钩织短针加针外，其余都是一一对应钩短针的。短针加针记得标记右侧一针，在钩到扣眼锁针处时，记得将带线的线和锁针一起钩起来，并且每一圈都是往返钩织。下面按照规律参考图纸钩完整体门襟的剩余部分，这样门襟就讲解完成。下面学习袖子的编织，袖子一共有2条，分成袖片和袖口。袖片是来回往返片钩的，袖口是来回往返绕圈钩织。这里袖子和主体的编织方法基本相同，注意袖口需要带线钩织，参考图解将袖子钩完，我就不重复演示了。这个是已经钩完的袖子小样，下面将袖子和主体拼接起来。先将袖子的正中部分与主体腋下位置的中点位置对齐，反面相对，扣记号扣标记。袖子最后一行两端与肩线对齐，扣记号扣标记。在这2点之间继续扣记号扣，大致固定织片。完成后，用短针和锁针交替的方法，将标记的部分拼接起来。具体拼接方法在主体前后片拼接时有讲解，我就不重复演示了。之后我们来安装扣子，先将2侧门襟相对，在扣眼对应的位置，另一侧门襟上扣记号扣标记。之后我们在标记的位置附近取门襟的线材穿上缝针，在背面藏线头。之后在第3圈的位置缝合扣子，这里是演示用的小样，穿出的位置不做参考。然后固定扣子，可以多固定几次。将扣子固定牢固后，继续藏线头。
这样一个扣子就固定好了。剩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在背面藏线，过渡到下一个扣眼位置，继续缝合扣子固定。也可以断线后重新接线缝合扣子，这样扣子的安装就讲解完了。下面来学习装饰的制作。装饰分为草莓、草莓叶、小花、花心和叶子，其中草莓部分用表格图解。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2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V 短针加针、A 短针减针、锁针和引拔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表格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先单环起针，线头在食指上绕线1圈，取下线圈，穿入钩针，逆时针绕线，钩一个锁针固定，起针就完成了。下面钩第一圈，21是 6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新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短针起立针不算作一针。可以稍微拉紧，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6个短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收紧织片中心，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如果分不清楚，可以从后向前数针目。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看作正面，接着钩第二圈，22是 xv 乘3，这里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新立一个锁针起立。我再强调一次，绕圈钩织时开始均要钩起立针，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先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XV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要重复钩3次 XV， 继续钩完剩下的一组。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并拉紧，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断。第二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三圈，23是 xv x 乘3，
先钩一个短针，再钩短针加针和一个短针，一组就钩好了。继续重复一组的钩法，钩完这一圈。最后引拔结束，第3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4圈，24是 3xv 乘3，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表示钩几个短针。先钩3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样就钩完了一组。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剩余部分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详细演示过，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与之前类似。注意第7到10圈中的 A 表示短针减针，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看一下织物表面形成这样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按照纹理数圈数即可。钩织时不要忘记起立针和引拔针，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一直钩完第9圈。第9圈钩完后，先塞入填充棉，之后再钩第10圈，也就是6个短针减针。钩完后预留线头断线，之后将线头穿上缝针，依次挑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之后拉紧线头，在草莓内部藏线头，断线，之后再取装饰线，在草莓上缝出短线，短线的数量和位置都没有要求，根据需要缝制即可。
缝完后，草莓部分完成。下面来钩草莓叶，采用环形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先单环起针，然后钩一个锁针起立，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上钩10个短针，完成后收紧起针的线圈，在第一针上钩一个引拔针，第一圈完成，继续钩第二圈，先钩5个锁针，之后在倒数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接着再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跳过左侧一针，在第3针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已经钩完的部分为一组，重复一组的规律钩织。我再演示一次，先钩5个锁针，倒数第3个锁针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再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跳过一针，在下一针上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又一组就钩好了。往下按照规律钩完。最后一组的引拔针钩在上一圈的第一针上，之后预留长线头断线，这样草莓叶就钩好了。接下来钩叶子，叶子采用锁针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在钩织叶子前，先预留20厘米以上的线头待用。接着锁针起9针，完成后在倒数第3针上调锁针里山，也就是锁针辫子后方的一根线，挑这样一根线一一对应，钩出6个短针。钩完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位置钩出3个短针。这里起针的线头不需要带线，
直接放在后面即可。钩完后旋转织片，在下一针位置，也就是锁针剩余的辫子上继续钩织一个中长针，5个长针，调2个锁针的锁针洞位置，钩3个长针，左侧是之前短针的位置，继续在针目上钩出5个长针，1个中长针，1个短针，接着是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和1个锁针，引拔针和锁针看作一组，算上第一组，重复钩出9组。之后的一针上钩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和2个锁针，完成后继续按照一组的规律钩出8组。钩完后找到左侧的引拔针，调任意2根线，钩1个拉紧的引拔针，接着拿起预留的线头，开始钩双辫子。左手拿起线头，从前向后挂在钩针上，绕线钩出，这样就钩了一针。继续从前向后挂线，绕线钩出，又钩好了一针。重复这样的钩法，钩出需要的长度，大约是5到6厘米。完成后，预留线头断线。叶子就钩好了。下面来钩小花，小花的第一圈和草莓叶第一圈相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大家对照图解钩织。钩完后来钩第2圈，先钩3个锁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上钩1个长针5针的枣形针，先在同一针上钩出5个长针未完成针，之后绕线，一次穿过全部线圈，1个枣形针就钩好了。继续再钩3个锁针，在下一针上钩1个不拉紧的引拔针，将完成的这一部分看作一组，重复钩织。我再演示一次，先钩3个锁针，
下一针位置钩一个长针5针的枣形针，也就是在同一针上钩5个长针未完成针。之后绕线，一次穿过，枣形针就钩好了。再钩3个锁针，下一针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这样就又钩好了一组。继续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的引拔针在上一圈的第一针上钩织，完成后断线，在反面藏线头，小花就钩好了。花心的钩法是先钩一个锁针，再钩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立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之后在第一个锁针上再钩4个长针。接着拉大线圈，钩针穿回起立针上方的锁针辫子，将线圈钩出，钩一个锁针固定，这样一个爆米花针就完成了。预留长线头断线。花心就钩好了。下面将装饰部分组装起来，先拿起草莓叶，正面朝上放在草莓正上方，接着挑相对的表面线段缝合草莓叶，缝完后藏线头断线。接着拿出叶子，将叶子缝在草莓上，多缝几针，固定的牢固一些。之后藏线头断线。
最后拿出花心，将花心放到小花正中，固定4周。两端的线头打一个结固定，剪断短线头，之后拿起叶子，大致对折后，将小花和双辫子缝合固定待用。之后看一下实物，这里装饰是在袖子开口的部分，一侧均匀固定4个，可先用记号扣标记固定位置，之后再缝合固定。我们直接用花心缝合剩余的线，在需要的位置调2层织片，缝合牢固即可。还会有耳饰，这里先将耳钩或者是耳夹固定到叶子中间，取叶子的用线，抽取其中一股，穿上缝针。这里要用家里的细针来缝。线的末尾打结固定，将耳钩或耳夹固定到上面。可以多缝几次。之后藏线头断线。完成后再拿出小花，这里需要2个小花，小花的上方对准耳钩的部分，之后缝合固定。这里我们只固定花心的部分。固定的时候，中间的叶子部分也要固定好。像这样缝合一圈，缝完后耳饰就组装好了。到这里，这款衣服就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